路风尘会给你们带来好运。幸福和平安伴随左右，伴随左右，这世界的充满。好不好？好，真的，一路上辛苦了，扎西德嘞！哎，说的特别好。好，朋友们，今天走进我们藏族人的家里面，有几个小小的进门仪式，所以你们都要路上随时的跟我做一下，好不好？好。然后呢，安多藏族地区呢是蓝风准备的地方，所以进入这个门，把这边从我怀里熏3下，它呢会熏走你们的一路风尘，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然后在熏的同时，男士先进，女士随后。来，这样熏。咱们男的先进，咱们男的先进哈。你呢？你呢？还有话筒上去好不好？来这边啊！熏到可以了。就是对的啦。我们站成一字排来拿起。来，来，咱们身旁跟上。来。送水。好，下一个。好，前面稍等一下。这边吗？哎，对。来，给起。来，开镜头。来，叔叔们这边哈。来，开镜头。来，跟我姐姐走啊。来，开镜头。应该这样学。你要先打个太极拳啊。你站在这边。来，阿姨这儿。来，我们到上面也可以坐啊。这个没有酒了哈，要不然的话进不进不进。我给你记录的。轻喝酒。酥油茶啊，这个是。比例。没有。快去。对。就趁热喝，然后现在把你们的小碗翻过来，然后我们小碗里边会倒那个青稞酒，青稞酒呢我们就先稍等一下，我们做完敬酒仪式之后才可以喝的，好不好？哎，对，往上往下那个要做。好的。你们肯定很冷吧？就趁热喝点酥油茶，暖暖身子。然后桌前的东西都可以吃了，这些都是我们九寨沟的一些特色小吃。这个是青稞饼纸，然后用你们的无名指蘸一下，杯中的美酒向天空弹3下。哎，对，蘸一下，弹3下。这个敬酒仪式呢，我们要敬天、敬地、敬父母，在敬同时有几句祝福语，你们一起跟我学一下，好不好？好。一敬天地，求求求。一敬天地，求求求。声音太小了，我们一定要把嗓门拿出来，好不好？再来一次，二敬父母，求求求。二敬父母，求求求。这一次就特别棒。三敬朋友，求求求。三敬朋友，求求求。来，在我们三敬朋友的同时，蘸一下杯中的美酒，向他的额头上弹3下。在弹的时候，他不能擦掉，如果他擦掉的话，就是不接受祝福的意思。然后三敬朋友，红圈圈互相弹。谢谢。互相弹。然后呢？然后干杯了。听完了吗？没有。可以弹男生的吗？可以呀。你们可以给男士1碗酒倒在身上的。3。你们可以把1碗酒倒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的。要干杯了。太
冷了，对吧？不是太冷，等下面有。这样，接下来呢，我呢就给你们叫一下我们藏语的干杯，我们就把这杯酒干了，好不好？开始了吗？谢谢。敬你一碗敬歌酒，远方的好朋友，一副青春的孩子哟，饮醉了你的双眸。呀啦嗦，呀敬歌酒，远方的好朋友，一副青春的孩子哟，饮醉了你的双眸。呀啦嗦，呀啦嗦，一副青春的孩子哟，饮醉了你的双眸。岁岁年年何不够？敬你一碗敬可酒，远方的好朋友，祝福一生扎西内内，请你在酒寨歌。呀啦嗦，呀啦嗦，祝福一生扎西内内。
的藏族的他这种民俗活动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景点，这里景点呢叫做月亮湾。月亮湾呢，你也知道啦，它的这整个湾口的形状，就长得跟月亮是一样的咯。月亮湾，绝对呢，是在这一趟的旅游当中呢，也是一个这个天然景色令人很震撼的一个景色。这个月亮湾呢，距离县城呢大概有3公里哦。白河这条河叫做白河。白河呢，伊无照一湾来的河流的流环安尼形成如新月般的，但这个草原顶管呢，枯一林所以你若伫上顶面甲看落去，你会发觉到这个所在的那像一个月牛小港，好像月亮一样，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叫做月亮湾。在一大片的草原当中，白河支流从这边流过来的时候呢，呈现了这一湾整个大湾形的，非常非常的壮观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四姑娘山，这是我们算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来拍摄四姑娘山这期我头前一定有介绍过在青康藏高原，在四川这个地方，它不仅仅单是一个九寨沟的景点可以让我们观赏而已，其实在这整个四川的环境当中呢，有非常多的美丽的景点值得我们去玩的其中一个就是人称中国的阿尔卑斯山，这里因为气候条件特殊，垂直高度非常显著垂直高度的时候，忽然间拔地而起就广了所以它这边的自然条件产生非常丰富的景观。四姑娘山的风光很美它的历史也很久。这里来店呢一样住着藏族、羌族、回族、汉族等民族。藏族的嘉容文化在这里面呢更是堪称一绝。但今来店呢，讲较白就是啥，所有较少看到原住民，因都拢住伫这个四姑娘山内底。这个山嘛，因为伊独特的天然气候，伊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所在呢，就较少人来。四姑娘山、巴朗山、双沟桥、长坪沟、海子沟等几个部分组成的。离成都呢200几公里但今内底加在生态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但今内底嘛是中国野生动物，包括云豹、小熊猫、丁丁乌熊乌熊熊它在这边的自然环境呢非常非常的好。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公园，他们研究的野生动物。而在中国，我想四姑娘山这一块区域，青康藏高原这一块区域，也就是中国他们这种在研究天然环境动物啦等等在探访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四姑娘山里面，我们一样坐着中国一直独特拥有的什么？中国独特拥有的电瓶车这个电瓶车呢，保护环境你对门口入来呢，你会因为收尾巴士这个中国已经收尾巴士让排放黑烟塞车等等这在中国已经实行了非常多年了。1996年呢，中国政府把这呢列为自然的保护区。但今内底呢，生活着真侪各种的民族啦。但今内底即马你想啦每当讲真的
要当山内底吼，要看到遮原始条件吼，会使当这个山内底安尼生活吼，其实呢，算真的吼无介少啊，无介济啊吼。当今内底呢，走进阿壩就是走进自然，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处未开发的旅游金矿，指的其实就是四姑娘山了。如果不跟您说，您看这个风景，您看得出来这里是中国吗？你也看得出来。你看这些山有没有像澳洲的阿尔卑斯山？你看这些黄叶，你说美吗？美到呆掉啊，太美了哦！所以这一趟，我觉得呢，我们排得非常的棒。我们下一趟一定会在秋季再排一次九寨沟加四姑娘山哦。这个景色太美了，真的很美哦。走进这里，就有如走进世界上最后一处未开发的天然美景哦。中国太多地方都可以，我们把它称呼叫做什么？叫做香格里拉，人间天堂。四姑娘山，我个人觉得它比九寨沟还美。为什么？它更天然哦。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风景区隔山相望，什么意思？伊就伫伊的隔壁的山尔啦。即是这个山，因为啥？更较少人，更较这个海拔垂直高度更高，所以它呈现出来的。你看今天这景，你觉得美吗？我觉得很美哦。而且不跟您说，你以为是在北美的国家，在 Rocky Mountain 哦，当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 当美国的国家公园，当澳洲的，难得我们在亚洲也可以看得到这么壮观的美景。这就是四姑娘山哦。我们其实曾经在团体里面推展过非常非常多次四姑娘山或者是一些特殊行程，但有时候真的是好像比较可惜一点哦。有时候客户可能对这种景点不是来的那么的熟悉哦，所以不知道这里地方它的美丽在哪边哦。那这里一样拥有喀斯特地形哦，一样拥有这一些远古流传下来的这些人文历史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远在10000到8000年前呢，这里就有发现人类了，所以他们这里所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块地。大家呢也在看到各式各样民族的风采，闽江上游的石棺葬出土的青铜器，战国时代的东西，在这个区块你包罗万象都看得到哦。中国最早的中国工农啊，中国工农红军啊，曾经长征到此，在这边驻扎，所以这边呢才变成了有开放过的痕迹，甚至呢在金川建立的格勒德沙共和国遗址，这也是很鲜为人知的哦。当时曾经有红军在这边建立国家过哦。我们现在在这个四姑娘山呢，它的名称呢，因为是由4座山所相组而成的。它主峰呢叫妖媚峰，海拔6250米，6000几公尺有高哦。但是当然啦，咱无爬起6000几公尺咱是伫下骹面甲看吼。过来呢是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的，讲的其实也就是这一个妖媚峰。那这一个呢是算是四姑娘山最高的一座山峰。当然了，它旁边妖媚峰旁边还有三姑娘啦、二姑娘啦、大姑娘啦，所以上关的不是大姑娘，上关的是妖媚峰。这3座山峰再加上最高的妖媚峰呢，再合成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四姑娘山哦。那四姑娘山峰以妖媚峰的攀登难度最大。1981年，日本登山队完成首登，不是中国是由日本人完成的。第二、第3峰之间呢，登山入门级的山峰呢，也不太容易哦。大家呢，四姑娘，四姑本来在藏语的音译呢，是藏语的音音不是说真正有四个的改叫这4个姑娘是我们后来平地的汉人呢，以为呢当时的藏语四姑是以为四姑娘的四姑，所以才把它名字取名叫做四姑娘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四姑娘山呢，目前在中国大陆是极其尤其是在很多国际杂志呢极其推展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们这一趟来到这边还有很多点海螺沟啦包括稻城亚丁没有办法一次走完但
青康藏高原这一条路线，四川这条路线呢，将会是我们之后我想要主推的一个重点啊，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哦。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值得我们再来走一趟哦。以川西高原风景，能够看到非常雄伟的这个雪山奇峰，也能够看到湖泊啦、溪流啦、四姑娘山、川西高原。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小金县跟汶川县的交接处，汶川应该大概都知道了哦。所以呢，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名，在藏语来讲，它叫做斯古拉柔岛哦，斯古拉柔岛，意思是保护山神的。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摩尔多拉的魔王残害森林，村民呢，阿巴朗伊武系的长不金娜哦。他们杀死了魔王，变成化身4座山峰，挡住了天河的水，所以后来呢，这个所在也把它称为叫做四姑娘山哦。这个地方完整的川西高原，以看风景是它的专门的啦哦。这个所在特别来家看风景的啦啊，那你了解哦，专门来看风景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片原始而又神奇的神秘草原，哇，棒哦，真的很好哦。要选择一个好机会来这边哦。熊猫还是猫熊，猫熊还是熊猫，很多人喊来喊去，到底哪一只是猫熊，哪一只是熊猫哦？按照生物的分类来讲呢，大只的应该叫做猫熊才对哦。但是很多人呢，在念的时候呢，把熊猫跟猫熊呢念起来呢，认为呢熊猫比猫熊还要顺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真纷纷扰扰哦。有人说叫熊猫，有人说叫猫熊，后来呢进来完全的统一，大家叫做大熊猫，小只的叫做小熊猫。所以呢是熊猫，到底是熊还是猫？它不是猫熊，它不是熊，也不是猫，但是我们现在全部都把它叫做熊猫。那它的英文名字呢？叫做什么？胖达哦，胖达哦。这也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1870年中国就懂得用这个熊猫呢作为外交礼物，所以在1870年的时候呢，中国就曾经把熊猫
送到了法国去啊。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做成了外交哦，做成了外交哦。那再来呢，之后他们就开始一路上开始呢，用熊猫来做成他们的外交礼物啊。那熊猫这一个东西呢，是很特别的哈，非常非常特别的，它只有某一些的东西吃哈。我们把它叫做大熊猫，在中国中西部四川盆地这个地方呢，生活着全世界野生大熊猫，大致上呢有1500多头，生育率非常的低哈，也是面临濒临的物种，被誉为生物界的活化石。大熊猫都可以，大熊猫黑白相间的毛发变成了很多人喜欢的这种很特别哈。在现今的彩色世界当中，你看了些欧白，所以这个熊猫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灭绝，因为大家都没敢抓哈，被野配哈，所以这也在讲哦，近年来哈，熊盖受欢迎，我们相信台北木栅动物园里面也有这个熊猫，那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哈。1869年，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阿尔芒在四川呢发现了熊猫之后呢，将熊猫定义为黑白熊，因此他把黑白熊呢，就称呼它叫黑白熊了啊。那之后呢，慢慢的呢，就流传到世界上来了，当时全世界看到这一个物种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哦，哇塞，那我这种动物啊，遐古锥的哈，做古锥的，而且那个欧贝哈，一下子呢就红遍了世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边，我们基本上呢都会来参观熊猫。熊猫喜欢独居啊，它也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呢。非常多的旅游观光客哈，你来到这个地方哈，你不能错过的，就一定是看熊猫。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很多熊猫的小 baby 有没有哦？这样真正哈不简单啊！在台湾我们看一只哈，来到四川它的故乡呢，哪是一只啊，是一堆啊！感谢这道所有的人的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四川在这边四姑娘山之旅九寨沟就在这边要画个尾声啊！希望阿基道我们能够推展更不一样的青藏高原。感谢这一次所有人的参加哦。
不想家哈。想家。说得好，老娘今天啊有奖。来，你这啥子东西来？我今天啊就抢你一个碗，吊一个火，要你给我顶在你那个光老火上，从这个房盖底下呀转过去，再转过来，然后啊再翻到板凳上面来，还要在上面呢给我打几个滚儿。哎呀，吹死了！哪个没吹熄呢？在水着。对噻，快点儿。哎呀，吹死了啦！咋个还是没有熄呢？咋的了？啊，看啥子，没吹熄，都看够了，吹了，快点。哎，你干什么搞笑搞？站高点儿吹。
就叫后边那陪。同时，我谨代表全体演职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Ladies and gentlemen。